俄罗斯海军集结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前去绕航日本，但是这支舰队的老旧程度却是个很大的问题。比较之前的中俄联合巡航，还是需要咱中国海军来撑场面。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从本月15日，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数据，俄罗斯海军先后出动24艘战舰，围绕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南部航行。日本海自全程伴随监视。根据其官网发布的照片来看，这支舰队包括了4艘20385级护卫舰、3艘格里沙级护卫舰、2艘无畏级导弹驱逐舰、1艘导弹护卫舰、3潜艇和其他的俄罗斯海军保障船只。日媒形容为几乎是紧贴着日本航行。日本方面挺有自知之明的，其防卫相宣称，这就俄罗斯为了策应乌克兰局势，在东方进行的联动行为。实际上，这就是俄罗斯对于日本的震慑行动。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对俄罗斯不断使绊子。人狠话不多的俄罗斯直接调集庞大的海上力量震慑日本，等于是给予了日本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要虎妞来分析，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此次震慑行动，可谓是动员了大半舰艇前来绕日本航行，但是从中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从日本方面拍摄的俄军战舰外表看，军舰表面已经是锈迹斑斑了，船上都是铁锈，看起来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其次是舰艇老旧不堪，让人看不出这曾经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上力量。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队力量太拉垮了。现在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队可用力量只有4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以及20艘护卫舰了，这已经是俄罗斯海军水面力量的全部家当了。其中，俄罗斯建造的大型军舰只有10艘，而且都是2000至4500吨的护卫舰，盾舰只有2艘，其他的都是苏联时期的军舰。要知道，俄罗斯疆域1700多万平方公里，有着上万千米的海岸线，这点舰艇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说实话，现在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队，不要说和整个中国海军比了，哪怕是和中国海军的实力最弱的东部战区海军也比不过。东部战区海军拥有11艘052CD 型驱逐舰和30多艘054、056系列护卫舰，这是俄罗斯海军无法比较的。别看此次俄罗斯海军向日本附近海域航行，对日本进行敲打，实际上如果是在战时，这些俄罗斯军舰怕是被美日联军看笑话。现阶段，俄罗斯海军因为在黑海地中海地区进行军演，并且和北约国家的海军正在进行隔空对峙，因此太平洋地区这些军舰还是俄罗斯海军东拼西凑的，没有一艘盾舰，对日本的威慑能力真的实属有限。日本海自光盾舰就有8艘，作战能力就不是俄罗斯海军当前这点水面破烂可以比拟的。当然，俄罗斯海军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俄罗斯海军近些年建造的军舰基本上遵循小车扛大炮这一原则。2000吨的护卫舰装 P800 重型反舰超音速导弹，4500吨的22350护卫舰更是安装了16个可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垂发单元。可以说，在吨位的限制下，俄罗斯海军正在尽可能地将大量威力巨大的反舰导弹安装在轻型舰艇上，以加强其整体的作战能力。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这样，俄罗斯海军目前仍旧面临水面舰队实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国帮忙。当前有实力让俄罗斯海军快速现代化的只有中国。从长期上看，中国可以帮助俄罗斯建造新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等主力作战舰艇。当然，顾及到俄罗斯的面子，可以整个联合造舰的名头。俄罗斯可以向中国订购 052D 和 054A 型战舰，这2种型号的战舰都是中国海军已经量产，并且性能已经成熟的战舰。其中 052D 是解放军海军7000吨级的盾舰，和当前世界主流驱逐舰是同一等级的。054A 护卫舰则是中国海军的主力护卫舰，前一段时间还出口给了巴基斯坦4艘，我们也可以根据俄罗斯海军的需求进行改动。
中国海军舰艇的价格也是相当实惠的，对于经费有限的俄罗斯海军来说，算是一个福音。而且随着 052D 和 054A 陆续的加入，俄罗斯海军的实力将得到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提升，其装备老旧的困境也将被缓解。不过这一点就得看俄罗斯海军是否愿意了。